在北京的中轴线东侧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，全长是787米，宽8米，两侧整齐地排列着8条对称的胡同，这就是南锣鼓巷，北京最著名的街区之一，始于元大都时期，至今已有740多年的历史。如果您来北京玩，那么南锣鼓巷，我认为是必须要来打卡的地区之一。为什么这条胡同叫南锣鼓巷呢？据说是因为其地势中间高，两边低，就像一个驼背的人。因为北京人称驼背的人一般称罗锅，所以它原名就叫罗锅巷。直到乾隆15年的时候，也就是1750年，才正式命名为南锣鼓巷。为什么推荐外地游客来逛一下南锣鼓巷？是因为这里除了就能够买东西，然后吃小吃以外呢，它还能去逛胡同。因为前面刚刚讲到，南锣鼓巷有8条对称的胡同，像视频中这条呢就叫蓑衣胡同。明朝这条胡同叫沙衣寺胡同，因为这儿原来有个寺叫沙衣寺，到了清朝就改成了蓑衣胡同，估计是沙字儿慢慢完成了缩了。胡同里的这个2号院以前是溥仪的弟弟溥任的第2任妻子张茂莹的房子。溥仪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。南锣鼓巷里有不少这种比较有意思的店，比如说这是一个卖各种大白兔主题的商店，有什么大白兔奶糖，还有大白兔文具盒这一类的东西。尹三豆汁儿我是喝过，但是尹三豆汁儿的冰激凌我没有吃过，我也不太想去尝试这个豆汁味的冰激凌是什么样的。太专业了！现在这个方砖厂又排队啊？哪个？这儿有一个方砖厂，是一个北京比较有名的连锁的炸酱面的一个吃炸酱面的一个店。每家连锁店基本上都排队。喜欢吃炸酱面的朋友们可以跟这儿排队尝一尝，我没有吃过。15，跟那天晚上咱买10块是吧？加个外卖，那啥，桃木的啊，木头的，对，桃木。在里面逛，虽说不太推荐大家买一些大肉串子、大鱿鱼之类的东西，但是像这种手工雕刻的小玩意儿，想买还是可以买的，也不贵。手工雕的只要25块钱一个。多少钱一个呀？还是25一个啊？刚好再想。上山给肉吗？上山全都有啊。南锣鼓巷里面的酒馆不太多，可能就那么几家，但是咖啡店和奶茶店还是有很多的。是买这个啊，买几个生肖？还有一些编头发的地儿。买2个，买1个，还有买手工雕的。买一个小老鼠，买一个小牛。有好多店是不能拍照的，所以基本上店都没怎么进去拍照。这是一家做甜品的甜品店。可以，这里面可以继续看了。像这种大肉串子店，不太推荐大家买，因为我吃过，吃起来不太像是羊肉。
有你边看。这个时光杂货铺里面卖的都是一些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一些零食和一些小玩具。这个猴王丹，小的时候5毛钱一个。牛羊配、留香展翅都是小时候5毛钱一包的小吃。这条胡同是秦老胡同，历史上住过不少有名的大臣，里面有不少四合院，来玩的朋友们也可以去逛一逛。这个是老北京北冰洋汽水，也不知道口味变没变。每个人发5次块就不。人这真像。哎，刚刚还在动，现在不动。怎么好几家卖这种青稞护手霜？这是沙井胡同。沙井胡同。里面的历史呢就不过多介绍了，但是在里面没事的时候逛一逛、拍拍照，感受一下北京的这个风土人情，还是挺好的。视频里边这个免费品尝的这个看起来粉粉的茶，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买，因为它这个茶特别的甜。其实呢，茶它不应该是甜的，你要是想喝的话，我感觉你去买瓶饮料就行了，你不需要去买这个茶。像这个闪电泡芙，它是一家连锁店，像这种店呢也是可以买的啊，不会踩雷。又是一条胡同，这一条是黑芝麻胡同。黑芝麻胡同里的13号院是清代光绪内务府大臣，就是清代光绪某个内务府大臣的家。2003年呢，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黑芝麻胡同里还有一个小学，叫黑芝麻小学，就是原来那个内务府大臣他的花园改建下来的。这家正宗老北京炸酱面，也不知道正不正宗。吃东西的话，等一下我告诉大家在哪里吃。估计玩儿挺搞笑的。这个紫光园的奶皮子酸奶还是可以的。紫光园里的东西还是可以买一下的，包括这个奶皮子酸奶，还有里面的赠糕都不错，我们会经常买。好，走到这儿，这个胡同就走到头了。往左拐一直走呢，就可以走到鼓楼大街去，就是可以走到鼓楼去。是吧？好意。我还没玩过呢。51个人。
这个东来顺餐厅也是可以吃的。这条街上的这个东来顺也是一家连锁店，是吃火锅的地方啊，吃北京涮羊肉的地方。可以看到这个街对面还有这个南门涮肉。这条街里的东西比南锣鼓巷好一些，大多数都是可以去吃的。进去吗？不往里走了吧？前面这个地儿就是鼓楼。说起来，鼓楼的历史可不短，最早是元朝1272年建的，当时叫齐正楼，后来着过几次火，又重新修了好几次。明朝永乐年间重修过，嘉靖年间也拾掇过。到了近代，上世纪90年代，八国联军进军北京，鼓楼上的宝贝也被糟践得够呛。1924年的时候，有人又把它改名为明齿楼，后来又变回了齐正楼。它之前的主要用途是报时，报时在古代特别重要。每天晚上定更，就是晚上7点到9点开始到亮更，也就是凌晨的3点到5点，都是先击鼓再撞钟。每次击鼓108下，节奏是紧18慢18，不紧不慢又18。文武百官上朝，来百姓过日子，都靠着鼓声掌握时间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鼓楼的报时表演，因为现在已经进不去了，也看不到报时表演了。现在鼓楼也是有个文化价值的地方，它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，见证了元、明、清3代的变迁。建筑本身的手艺和审美也值得琢磨，是老祖宗建筑智慧的体现。原来花20块钱还可以上去看看，2023年以后呢就不行了。看好像咱们刚才过去了，从那边走。马路对面可以到烟袋斜街再逛一圈。烟袋斜街就在北京什刹海边上，是条特别有名的老胡同，弯弯曲曲的，一头连着鼓楼的东大街，另一头呢通向什刹海的银锭桥。这个地方可以弄妆造。这个地方可以搞妆造哎。杰哥，下次给你搞一个妆造，然后咱们去颐和园拍，一边给你拍照一边录像。等一下咱们就穿过这条烟袋斜街去什刹海，走起来也就几百米。为啥叫烟袋斜街呢？有的说法是以前这条胡同像个大烟袋，东口宽宽的像烟袋锅，中间窄点的像烟袋杆，西口连着银锭桥的那边叫烟袋嘴儿，慢慢的就这么叫开了。而且早些年间这地儿确实有不少卖烟袋的、烟丝的铺子，老北京抽烟的人就喜欢在这儿淘货，名字就更是坐实了。我知道这条街了，上次咱们来过。现在这条街特别热闹，两边全是各种小店，卖啥的都有，有老北京的特色，风筝啊、兔爷儿、泥人张，还有一些小吃店，炸酱面、爆肚、糖葫芦等等这些店，还有一些咖啡馆什么的，年轻人也爱逛。虽然看起来是商业化了一些，但街两旁的房子还是老样子，灰墙灰瓦，门口可能还摆放了10多个，有的墙上爬着藤，看着挺有老北京的那股劲儿。老北京锅贴儿，老北京锅贴儿，北京最好吃。锅贴儿。小龙虾、水果做白烧饭，小龙虾微信聊。
路过烟袋斜街就来到了什刹海，什刹海也是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地儿。说白了就是一片大水域，加上周围的胡同老宅子，凑成了一个既有老北京味儿又挺热闹的地界儿。先说说这个海，其实就是湖，只不过老北京人习惯于叫海。什刹海呢分为3块，前海、后海、西海。西海也叫积水潭，连在一块儿呢，水是活的，看着就比较敞亮。呀，撞车了！什刹海的玩法是按照季节来的，夏天的时候呢，湖边全是树，凉快得很，可以租个小船在水上漂，或者在岸边啊找个茶馆、咖啡馆什么的坐着，都挺好的。也可以找个人力黄包车来兜兜风，或者说像大爷一样跳进水里面游泳都可以。冬天要是冷到结冰的话，湖上就成了天然的冰场，能滑冰车、玩冰刀，大人小孩都能疯一阵儿。好酷啊！宝马。宝马。走吧。哎，你们现在几个多少钱了？我拿牌子多少钱了？哇！京 A， 太酷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！酷，太酷了！还有音箱。前面这座桥就是银锭桥。银锭桥它的名字由来呢，一种说法是桥的形状像一个扣过来的银元宝。1910年，汪精卫曾在此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，史称银锭桥事件。这里碰到一个吹糖人的师傅。吹糖人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常见于庙会啊、集市、节日等场合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，也为这些活动添加了浓厚的喜庆氛围。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手艺，吹糖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，传承了数百年的技艺，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。可以看到画面中，顾客只需要吹就行了，师傅来负责捏，但是时常顾客都会把这个糖人给吹爆。什刹海的荷花通常在6月到8月开，7月底开得比较好。现在荷花已经开罢了。顺着什刹海一直走，就能走到北海公园。北海公园现在门票是成人10块钱，一进门有存行李的地方。北海公园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皇家园林，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。它就在景山公园的西北。北海公园里面比较大，有湖有岛，还有好多古建筑。湖里的水是从密云水库来的。公园中间有个琼华岛，岛上有座白塔，老远就能看得见，是公园的标志。岛上还有永安寺，是个比较古老的寺庙。远处那个就是白塔了，等一下到了白塔，我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。现在我们溜达过去。前面这个地儿叫仙蚕坛，是明清皇上他们家，主要是皇后的那拨人，专门用来祭祀蚕神的地方。过去人觉得蚕神能够保佑养蚕顺当，丝绸丰收，皇后就得带头搞祭祀，意思是重视种地养蚕的这些事儿。前面这个地儿是好补间，
好普间是乾隆皇帝根据《庄子》里边的一个典故起的。他以前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其实就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，瞅见江南园林的精巧，回来就在北海仿造了这么的一个地方，平时就在这里喝茶、写诗、发呆，感受这个文人雅趣，相当于皇上的私人休闲小花园。偶尔也喊大臣过来聊聊天，搞一些文化交流什么的。前面这个对联“山参长径云参洞，月有浅鱼非有渊”，横批是湖中云石，也是乾隆皇帝写的。这个湖中啊是仙境的代名词，湖中云石寓意着此处宛如仙境，云石点缀其间，营造出一种清幽深邃、超凡脱俗的氛围。慢点啊！哇！哦，这个好看，你可以绕湖一圈儿，就你那镜头绕一圈。你拿出去。穿过这座桥，对面呢就是琼华岛，然后登上万寿山，或者是叫白塔山，就可以到白塔。基本上他开过来，要是我的。作为一座藏式喇嘛塔，北海白塔是西藏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，它承载着佛教的教义和信仰，对于研究西藏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北海白塔全部由砖砌成，塔高35.9米，塔身是上圆下方的宝瓶形，塔的内部藏有喇嘛经文、衣钵和2颗舍利，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佛教物品，也为白塔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这个宗教色彩。从白塔走下来，就走到了这个协秀亭。站在协秀亭内，可将北海公园的景色尽收眼底，不仅能够俯视太液池的波光粼粼，还能够看到北京市的部分城市景观。是我们公司那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哦，是那个塔是吗？对，玲珑塔。没买过人才反正是登上去呗。我不。伟哥，快过来！游客朋友，根据地区公交安排，2020年8月9日周六这个是倚晴楼，倚晴楼里面连着一条长廊，在长廊里面走一走非常舒服。沿着湖走，一边是琼华岛的山石树木，一边是太液池的水。夏天凉快，冬天景色也非常的美。走累了，随便找个栏杆靠靠，既能歇歇脚，又能赏湖景。
前面这个碑是琼岛春阴碑，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。碑的正面刻有乾隆御笔亲书写的“琼岛春阴”4个字。碑的背面和两侧还刻有乾隆所作的《琼岛春阴诗》。好了，北海公园先带大家逛到这儿，下面建议大家直接打车打到景山公园，因为景山公园这个地方离地铁站特别的远。为什么选择最后来景山公园？可以看到下午的阳光打在这个红墙上还是非常的美的，并且呢，在傍晚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在景山公园上面看日落。景山公园就在北京的中轴线的最北边，故宫北门的对面，是一个能俯瞰北京全景的地方，尤其是和故宫逛累了之后来这儿歇歇脚，看看景儿。当然了，现在是这个暑期，基本上故宫的门票也约不上，所以可以直接登上景山公园的这个万春亭，直接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。从这个登山口一直往山顶上走，就能走到观景台。里面的这个树特别多，松树、柏树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树。春天有牡丹、芍药，秋天有银杏，夏天比较凉快，冬天还能看雪景。什么时候来这个景山公园都比较有看头。景山公园一共有5个亭子，这个周赏亭是景山公园最东边的一个亭子，屋顶上尖尖的，像一个小宝塔一样。继续往上走，就是从东边数第2个关庙亭，在周赏亭的西边一点，和它对称的，跟周赏亭几乎一模一样。绿色的琉璃瓦亭角往上翘，看着比较精致。多少呢？咋了？应该不高吧？继续往上走，就到了5个亭子的 C 位，也就是景山的最高点，北京中轴线上的顶点就在这儿。这个万春亭啊，它比其他4个亭子都高大，屋顶是黄琉璃瓦镶绿边，镶绿边在鼓楼就是等级比较高，皇家专用的色。走上台阶直接往后看，可以看到北京的国贸 CBD。往南看，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故宫的全貌。一大片金黄的屋顶从脚下一直铺展开。故宫的中轴线和景山的中轴线是完全重合的。这种正南正北一线相连的布局，也是老北京中轴线的经典体现。海波云小不小？小马呀，那种呀。大圆多少个？是不是贴不贴这个？这儿差不多。贴不贴？咋贴不贴？这儿站高一点就好了。听说现在站着的地方是北京的中心点，就在这个景山公园的最上面，这块人超级的多。还记得刚才在北海公园看到的那个白塔吗？从景山公园也可以看到。视频里边最高的那个楼是叫中国尊，又名是北京中信大厦，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总部的大楼。它左边的那个叫大裤衩，是中国电视台总部的大楼。向北望去，远处那个高高的塔叫奥林匹克塔，
我们一般叫它大钉子。好了，景山公园基本上就介绍完了。下面大家来欣赏一下景山公园的日落，结束今天的视频吧。